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经常坐飞机，但有的人也害怕坐飞机。虽然飞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致死率也是最高的。你如果是车祸，那有很大的可能只是受伤，但飞机一旦出事，那你只能上帝保佑了。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飞行事故，除了飞机自身的机械故障以外，还包括飞行员的操作失误，甚至是劫机。全世界最著名的劫机案件当然是911了。而今天我们来聊一起成功劫机，而罪犯却在众目睽睽之下金蝉脱壳，离奇的消失的事件。1971年11月24日，当天是星期三，正好是美国的感恩节前夕。一位名叫丹·库珀的男子登上了一架西北航空305号班机。这趟航班是由波特兰机场起飞，飞往位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据后来的乘客描述，该名男子身高在1.8米左右，40多岁，身穿黑色外套，戴了一副墨镜，打扮倒是很像电影《黑衣人》里面的威尔史密斯的形象。飞机像往常一样正常起飞，坐在18C 座位上的库珀点了一支烟，同时叫来空姐点了一杯威尔士和苏打水，然后神神秘秘地递给23岁的空姐弗洛伦斯·沙弗拉一张纸条。起初该名空姐以为又是像往常一样想搭讪他找他约会的乘客，于是并没有过多的在意，只是顺势将小纸条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见空姐没有太多的反应，此时的库珀有些恼怒，于是径直地走到空姐面前，轻声地说道：“你最好还是立刻看看纸条，告诉你我有炸弹。”空姐顿时一惊，打开了纸条一看，上面赫然写道：“在我的公事包里藏有一个炸弹，我在有必要时将会使用它。你现在要坐在我身边，你们已经被挟持了。”空姐这才反应过来，并不是玩笑，他们果真遭到了劫机。于是空乘人员迅速将飞机遭到劫持的情况报告给了正在驾驶飞机的机长。该名歹徒直接提出条件，他需要20万美金的现金钞票，并且全部都要求是不连号的20元纸币，同时他还需要4个降落伞，这些要求必须马上照办。在飞机抵达目的地西雅图机场的时候，他就要看到钱和降落伞，否则他将会炸毁客机。此时机长立刻发现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本次航班就是一趟短途飞行，大概只有40分钟的航行时间。飞机很快将降落在西雅图机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他立刻向西雅图航空交通管制汇报。地面航空管制人员一时也被吓了一跳，手足无措，只能求助于 FBI。FBI 紧急致电西北航空总裁唐纳·赖罗普，为了不进一步击落劫匪，保证飞机乘客的安全，航空总裁通知机场遵从对方的要求，他们立刻准备赎金。他要求机场想尽一切办法稳住劫匪。毫无疑问，航空总裁是想避免这场灾难，万一真的出事了，每位乘客的巨额索赔以及航空公司的声誉也将遭到严重影响，所以目前只能尽力配合劫匪，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此时劫匪为了让机组成员相信他的炸弹的真实性，于是他直接打开了行李箱，让身旁的空姐沙弗拉看到里边有很多红色的电线，还有几个气缸，这也让沙弗拉对炸弹深信不疑。而同时飞机也已经飞到了机场附近，正准备要降落，歹徒随即让空姐前去通知机场不准降落，直至他要求的赎金和降落伞全部准备妥善为止。机长斯科特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对讲机对机舱内的乘客宣布，由于遭到机械故障，我们的客机将在着陆前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于是机长驾驶飞机盘旋在普吉特海湾上空，而此时飞机上的乘客依然不知道他们乘坐的飞机已经遭到劫持。而在此期间，这名劫匪库珀催促地面加紧把钱准备好，要是敢耍任何花样，他立刻引爆飞机。
应他的要求 ，FBI 加紧为他准备好了不连号的并且没有任何标记的钞票。不过 FBI 还是留了一个后手，他们让工作人员暗自记下所有这1万张20元钞票的序列号，现金总算筹备好了。但他要求的降落伞却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航空公司一时难以提供劫匪所需要的降落伞。于是他们联系到麦克德空军基地，准备用军用降落伞，不过劫匪直接否决了这一提议。他坚持想要操作简单的民用降落伞。而西雅图警方最终也找到了一家跳伞学校，从那里买来4个降落伞。经过这一波三折，总算是备齐了劫匪所有的要求，飞机也平稳地降落在了西雅图机场。劫匪在收到20万元赎金和4个降落伞后，也遵照约定释放了所有的乘客和2名空姐。当驾驶舱内包括机场在内的3名空乘人员也试图离开时，劫匪却拦住了他们。这时 FBI 的一名高级官员通过广播向飞机喊话，他警告劫匪这样做十分危险，并劝告他讲清楚后果。不过此时的劫匪库珀根本不听，他立即命令机长将飞机开往墨西哥，并且要求机长保持在1万英尺以下的高度飞行，同时将飞行的速度控制在150节以下。当飞机飞到华盛顿州上空时，突然下起了猛烈的暴风雨。就在这时，库珀突然背上2个杖子，打开机舱舱门，抱着那20万美元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底下一片漆黑茂密的丛林之中。这一幕看起来像极了好莱坞大片里面的镜头，但却真实的发生在了现实生活中。而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库珀的消息，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之后几周，警方在他跳伞的那片区域进行了广泛的搜查，可依然未能找到劫匪甚至是降落伞的任何痕迹。之后所有的调查都未能证明他是否在那次致命的跳伞中存活下来。直到1980年2月，华盛顿州温哥华的一名8岁男孩在河边的污泥中发现了一个背包，在里面有290张残缺不全的20美元面值的钞票。之后经过对钞票上面的号码比对，确定正是丹库珀20万赎金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有效的线索。这起西北航空305航班劫机案也成了历史的一大悬案。多年来，许多人自称是丹库珀，但经过指纹对比，均不是当年的劫匪。2008年1月1日 FBI 发布声明宣布，由于该案情取得了重大突破，因此再次将对此案进行全面的调查。在 FBI 的官方网站上，罕见地对外公布了一批证据，包括照片和库珀的相貌草图，并宣称已经掌握了库珀的 DNA 证据。官方还呼吁广大群众踊跃地提供任何有效的线索，但之后案件再次陷入停滞。等到了2016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正式宣布，他们不再分配活跃资源来继续丹库珀的调查。调查人员倾向于猜测，库珀并没有在此次跳伞后存活下来。在那样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在盛冬的华盛顿州荒野上空跳伞，同时还参着沙漠休闲中，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似乎也印证了他当时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但这些仅仅只是猜测。至于库珀究竟去了哪里，是否得以存活，始终是个谜。